每天清晨，牧民刘泽远一家都要集中在这间屋子里喝早茶。这是一户7口之家，他们居住在宁夏和内蒙古交界的腾格里沙漠。刘泽远共有5个儿女，他们每天的早茶时间大约是在清晨6点钟左右。早茶实际上就是早饭。利用这短暂的时间，刘泽远要向全家人分派一天的工作。27年前，当时还是农民的刘泽远离开人多地少的家乡，从甘肃来到宁夏和内蒙古一带打工干活。到这儿定居已经8年了。他是牧民，可并不游牧，和草原上的牧民相比，生活要安定得多。井洼岛由于有这一口井而得名。在这方圆还不到1公里的小岛上，渔民刘丕成一家已经有3代60年的居住历史了。井洼岛位于辽东半岛黄海水域，离它最近的岛叫大王岛，离它最近的县城是辽宁的长海县，离这儿大约有40海里。刘丕成今年50岁，自从出生直到现在，从没有离开过这里。离刘泽远家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很小的天然湖泊。夏天雨水积蓄，水面开阔；到了冬季，湖面萎缩起来。刘泽远很想把湖水利用起来，他曾经试图养鱼，可结果呢，却令人失望。据说是沙漠中水温变化太大，鱼类无法生存。刘丕成8年前承包了门前的一片海面，搞起贝类养殖。随着海产品在市场上走俏，价格不断上涨，他的家业开始发达起来。有人猜测，他目前存款不少于40万元，还有固定资产30万，而他本人却从不愿透露这方面的消息。去海打鱼的，晒鱼的，和加工的，都是每天都是工作。我们早晨就是以草料为标准，我们就是按草料走，你们些初一啊和习5、习6啊是一个草，就是8节18满草，这个大海这个6啊和大陆地不一样，去海打鱼非得讲究6，不讲究啊是不行的，什么时间溜就什么时间走。牧民刘泽远现在拥有190只羊、20多峰骆驼，以及划归他使用的一片草场。国家根据每年的草场情况和干旱程度下达收购任务，并向他们提供商品粮。刘泽远通过销售食品、羊肉、羊毛、驼毛等获得收入。去年大旱，家庭草场几乎没有什么草。乡里安排他们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封闭草场放牧，并保护性地停止了收购任务。去年，刘泽远一家收入5000多元。沙漠缺水，刘泽远在离家门很近的地方挖了3米深，打出一口井。现在，他一家包括牲畜饮用水都靠这口井。
包以来，刘丕成一家人精打细算、辛勤劳作，使家业迅速发达起来。这种发达使刘丕成时常感到恐慌。生产规模的扩大，劳动力不足，刘丕成开始雇佣劳动工人，最多时雇工人数达10几人。这些雇工几乎全部来自内陆地区，主人除要保管食宿之外，每月每人要发300元左右的工资。搞养殖的工作量远比搞园还捕捞轻松，所以很多人愿意来干。刘丕成不愿让这些雇工在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管他叫老板，同时对于我们的采访拍摄表示反感。他强调，他的家庭收入和周围渔民相比并不算富，既然是宣传，就应该去拍那些家产已经上100万元的那些人。他甚至抱怨那些介绍我们来的人是在有意看他的笑话。不行，在沙漠里，春天是个十分严酷的季节，一场接一场的风沙会使刚刚露头的小草无影无踪，牲畜因无草可吃而受到死亡的威胁。刘泽远为补充饲料的不足，每到春季都要开垦沙地，播撒种子。是的。在这个沙地上种，你都种些什么呀？不是啊，青瓜、谷子、高粱。能种活吗？活的，能种活。就是刮风就保不住苗。啊？就是这刮风带出来，刮风都打死。刮风都打死。打死再种，这会长这么高，它就不怕打。刘丕成主要是搞海虹养殖，这种水产物是靠浮在海面上的浮漂而固定在水中的。遇到大的风浪，这些海虹会被冲得无影无踪。去年的一场风浪，就使刘丕成损失1万多元。当海潮将要到来时，刘丕成总是为此紧张。他甚至羡慕在陆地上生活的人，他认为在陆地上不管种什么，一定会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，而在海上一切都是漂浮着的，随时都可能无影无踪。过后，刘泽远一家人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去寻找那些迟迟不归的骆驼，因为往往那些病弱的骆驼会在突如其来的风暴里倒下。
就是这个发的很，我是昨天发的很的乖的、稳的，刮了风就朝这么苏过了，刮了风没早着嘛。就是早着就这样子老疙瘩上的，老幸福的。就是就早着就4万10了。那不叫疙瘩。就是早着，早着就躺倒了，吃不来了。直到刮大风这2天，人进了就说骆驼不行了，那就太吃不来了。你们天天都来看的吗？天天开的嘛，天天开。这现在不还就是第3回4回开的很的。那么个老去香为啥这2天咋了忙的？行不行？之前跑2趟3趟，来还是跑2趟3趟的，这个人就跑的。这我这一绑起。挺开。那个就不是，那个就刮大风。谁行？这样着去。这我这一绑起。挺。一场风浪过去，刘皮成要为收拾残局耗费很大的精力。他年轻时曾搞过远海捕捞，当时是合作化，青壮劳力很多，凭力气他也能吃饱肚子，并且不担风险，不费心机。当门前这片海域由他自己经营时，便始终不得轻松。刘皮成认为，钱挣得多说明这条路通，总不能放着路不走，把已经到手的家业毁了。虽然各种事情压得人喘不过气，可越是这样，越停不下步子，就像是被海水推着走一样。钱挣得越多，越停不下。无论大海还是沙漠，对于刘皮成和刘泽远来说，都是无法与之抗拒的庞大怪物。无论是生存还是发展，他们似乎都走在同一条道路上，那就是顺应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天长日久，当他们和周围的环境逐渐协调起来的时候，无论面对什么情况，他们都会镇静而有秩序地加以对待，并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，始终在有条不紊的状况下进行。除了天气预报，外部世界的其他消息对他们都无关紧要。单调封闭的生活使他们的思想变得稳定和实际。想在这儿长期的生活下去吗？有吗？哎呀，打算是长期的，反正是。不想出去做事吗？不想。不想。反正家弟兄愿出去怎么样行，反正我就在这。反正我就兄弟什么出去以后，我就在这生活没愿上去，打算就在这。就在这。能有多少里路？能有个40-50里路吧。你嫁到这个岛上有多少年了？来30多年了。30多了。你喜欢不喜欢这个地方呢？时间长习惯了。你感觉在这个岛上生活寂寞不寂寞？不寂寞，这个时间长了不寂寞，习惯了。小雨，你是敲什么呢？敲栗子。采栗子。这一次你能收多少？这你出来这么一次能捡多少？是能捡好多。捡好多呢。每天都来吗？这种生活你喜欢不喜欢啊？太习惯了。习惯了。我说你喜欢不喜欢啊？在这个岛上这么待着，喜欢不喜欢？被打待。习惯了，也挺开心的。你觉得在这生活觉得憋闷吗？觉得憋闷，孤单。孤单。愿意在这儿生活下去？不愿意。不愿意。
想出去学车。出去开车。嗯。那么有没有这个机会呢？有这样的机会。嗯。那你走了之后，家里的这些劳动啊，这些都谁来管？有我哥，还有我姐。老二反正家里是待不住，老三反正上学呢，现在就剩我了。对。还有妹妹。妹妹呢，反正就出嫁了，出嫁就不在家了。对。那你弟弟、妹妹这些人都走的话，只留下你了，那你觉得是不是更孤单一些？没事，反正是人生嘛，就这么。一天觉得下来，觉得累不累啊？累倒是不累，累倒不累。嗯。觉得苦不苦呢？生活上觉得苦不苦？生活上也不觉得苦，不觉得苦。嗯，就是太孤单。小娃子家里都不住啊，小娃子家里就。这个3月份这个病的，大病吃的吧，不大病学车吃的。你想让他干什么呀？我想叫他打回病车，病还是想学车的。他想学车。你想让他去参军？就这么个心上个了哈。我说那不参军就学车就学车吧。你为什么想让他参军去呢？说就我们这是比苦寒的，他这个下不下个苦来。也是他这个打回病来的话，他就知道这个活人的苦来了吧。不是家顺利出来，他也不知道这个农民的这个苦咋样过的。我是这么个想。后面准备向豆庄河去，反正这个地方，是好像我好时候做个生产基地，写的时候都到多少了？生产时候就是到这个地方，就这么大。让你要离开这个，彻底离开这儿，你舍得离开吗？这个彻底离开，说是也是没这个想法。他也是让河聚集一下，有点不习惯。他说：“咱去到家门呢，我到让河就发闷，到大路发闷。你现在大街逛着没有意思，整天在路上跟坐我也愁，没有意思。哎呀，我是家生意，我今年51了，我父亲30岁来，我父亲现在活90多了。你今年生活在这里不行了，你大路上种地，这个不用买的地，这个，农人家，这就不行了。”这要像生了病怎么办？家里人生了病呢，一般呢备用点常用的药。你些大病实在不行，就是给大王刀送。反正搁家，反正烧命了，交一天了，反正。离刘泽远家门不远的地方，长着几棵沙枣树。是种植的还是自生的，谁也搞不清楚。从来没有人为它浇水。然而这几棵树每年都开花结果。沙枣树耐干旱和寒冷，结出的果实就叫沙枣。果实是甜的，又非常涩。不行。刘泽远每年都要去打枣，并告诉他的孩子们：沙子里长东西太难，不收回来，落到地上，再刮一场风，就什么都没了。
过。你的孩子现在基本上都上过学是吧？孩子都小的，小学毕业了。小学毕业了。你这个男孩子最小的这个，现在还在上学。现在还在小学。你愿意让他们上学吗？主要的原因嘛，就他挣了学就是学不进去，这上都没办法，上不进去就没办法。你觉得让他们上学好不好啊？我感觉就，上学好嘛。这玩意是别的没有说厉害，说就哪个跟不上了。什么意思？因此了，就是国家来兴这个，兴来这个什么，是政策不懂嘛，就是知道就吃了嘛，人民就。学校的教上啥这个就啥这个，娃娃这个学多大些就是多大些，家长来就学咋这个情况，我也不知道，别人写掉了就写掉了，别人对个就对的吧。你帮不上忙。你是不是希望将来你的孩子也干这行呢？希望，也希望，希望生活着他也习惯这个岛上生活。你像药炉啦、花串啦，都也好。那好。刘皮成时常抱怨家里缺乏劳动力。对于这个儿子，刘皮成认为是继承家业的唯一希望。目前儿子还小，将来他是否愿意在这个孤岛上生活，谁也说不准。刘皮成经常为家产很可能后继无人而悲哀。刘皮成和刘泽远一样，都没有上过学，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多念些书，这样将来有机会去干大事情。同时，他们各自心里也很清楚，这样的环境和条件，孩子们的上学能上出什么名堂，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更重要的是，无论海岛还是沙漠，家业都需要有人来继承。从这一点讲，他们又不愿看到孩子们远走高飞。但不管怎样，送孩子上学，不论是刘皮成还是刘泽远，总是认认真真，从不耽误时辰。
居住在不足1平方公里的孤岛上，刘皮城家里的女人们，除了日常的生活劳动以外，唯一的室外活动就是赶海。每天海水落潮后，来到这里东挑西拣。在这里赶海没有什么浪漫色彩，捡到的那些有限的水产物，对于渔民来说也没有多大意义。可他们仍然每天都出来。他们说，出来安静，手里不住的忙，时间过得快，心里就什么都不想。离井洼岛不远的地方，海面上有很多奇形怪状的礁石。近几年，县里开办了旅游业，很多人一到夏天就来这里旅游，但从来没有上过井洼岛。刘皮城怕别人说他没有礼貌，就用水泥在自家门口刻下了2个字，表示开放。但是对于我们上岛拍摄，他始终抱有成见。就喜欢赶海，回家待没有什么意思，赶海，天天烤草就出来赶海。喜欢赶海？赶海什么都能赶到。每天都出来赶海吗？基本上是每天都出来。像你穿的这些衣服都是自己做的呢，还是出去买啊？有做的，有买的。主要是做的很少，就是买。你父母希望你今后找对象找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们找个像跟俺家差不多来的，门当户对家去。那你呢？我不行啊。我说你自己怎么想的呢？我不那么想。你怎么想的呢？我找像一般不是什么太有钱的，我觉得有钱人太夸了，不太喜欢对他们。不喜欢找有钱的。那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找个这还平常点是，家里人各方面都行。再一个，不是太不是有钱，也不是太穷也是。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想不想？不想。就想在这儿是吧？结婚了没有？没的。没有。找着对象了吗？找了。找了，在什么地方的呀？咋的？离这儿有多远？家离这儿有多远？骑骆驼走多长时间？7个小时。几个？7个小时。7个小时。哦，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这么远的路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不是介绍的。介绍的。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？还没定呢。没定呢。你想不想离开这个地方呢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，是不是？
刘丕成在城里买下的房子，至今在那里空着。尽管他有时抱怨事情太多，恨不能把家产一脉而光，离开这个地方。但说归说，事情该干还是干。随着儿女们年龄一天天增大，刘泽元感到现有的家庭收入还不能满足需要。拉骆驼搞运输，算是艰苦但挣钱快的路子。单调和孤独使他的孩子们难以忍受。外边世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对他们，包括刘泽元本人，诱惑都是巨大的。刘泽元计划要尽快去购买一台风力发电机和电视机，全家人能在明亮的房间里虚画看电视。不这样的话，年轻人的心是拴不住的。
无论是沙漠的刘泽远，还是海岛的刘皮成，他们在建立家业的道路上，都经历了说不尽的曲曲折折。无论他们是穷还是富，他们同样做出了努力，同时，他们还同样的为他们的后代不停地做出规划和设计。然而，他们又同样的为他们的后代能否把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继承下去，大伤脑筋。有一点，他们深信不疑：人生一辈子，在哪儿活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